马班长，谢谢。马班长，谢谢。说一说，到底有什么回应？你们会不会上诉？喂？什么？进了医院？我们马上过来。谁进了医院？妈咪说，Daddy 知道判决之后太激动，进了医院。会好得快一点。药组不在，现在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们3个了。知道。张思，药组的官司，你一定要上诉。你跟你师傅要尽快想办法。我知道了，爹地。唉，帝国是从内部开始崩塌的，这么多年来循规蹈矩，这次真是后悔莫及呀！你们以后啊，要老老实实的做人。看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，我没想到你居然那么心狠手辣。这是人命啊，2条人命啊！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！够了，珍惜，我跟你缘尽于此。喂 ，boss，Mandy 带他女儿逃跑，我派人去抓他们，谁知道追逐的时候，他们跟我手下一起摔下山死了。只要你肯跟我们马家断绝关系，我之前答应过你的，包括赡养费，绝对不会少给你。你要拿走我所有的东西，你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。药组千万不要出事啊！放心吧，药组那么坚强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张叔叔不要走，张叔叔不要走，张叔叔不要走。请问谁是麻药组的家人？我们都是。由于伤者遭遇严重的交通意外，送来的时候基本上处于休克状态，加上7成的皮肤烧伤，内脏多个地方出血，所以经过我们全力抢救，9点27分，
宣布救治无效死亡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之前失去了孙子，现在又失去了儿子，为什么要对我们马家那么残忍？为什么呀？医生说Sammy醒了，不过动了胎气，早产，做完手术，母子平安。其他家属想见死者最后一面，可以打电话跟我们预约。谢谢你。根据法令，所有交通意外死亡个案都需要向死因裁判官报告。如果裁判官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初步调查后会提交报告，再由裁判官决定需不需要召开死因聆讯。那关于这个 case， 你们现在有什么线索？初步所知，死者的车在十字路口躲避从右边开出来的货车，导致失控撞向路边，但是那个货车司机目前仍然昏迷。我们现在暂时列为交通意外引致他人伤亡案处理，之后会找相关的人士问话。我想代表死者家属提出，死者太太因为意外早产，剖腹开刀，我希望你们给她一点时间休息，再录口供。这方面我们理解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啊？是不是他们弄错了？无缘无故母女俩怎么会摔死呢？表姐，我大马的老乡跟我说，他说他亲自去那边的警局打听过了，那边的警察告诉他，应该是 Mandy 之前太张扬，所以被贼看中，最后有贼进屋抢劫，还想绑架他们母女俩。他们母女俩本来跑掉了，但是被贼追到山边，然后互相拉扯，一脚踩空，3个人一起摔下山。耀祖刚刚才去世，现在周周也死了。婆婆，你别这样，这是意外，没人控制得了。但是周周死得好惨啊！婆婆，你别这么伤心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理他们的身后事，让他们安心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孙子吗？他就快出院了，到时候他每天都会陪着你。暂时什么都别做，等耀祖的丧礼办完之后，我们马上就对外公布公司的人事架构，稳定股价。对了，爸，表舅舅已经查到 Mandy 死了，怕不怕 Mandy 家人要求拿周的遗产呢？根据马来西亚警方的报告，他们母女俩是死于二哥发生意外之前，所以没有继承权。虽然很可怜，不过总算避免了一场遗产纷争，不用让周丢脸。那二哥的遗产又怎么分配呢？二哥生前没有立遗嘱，所以会按照法律去做。二哥名下所有非土地实产和资产总值的前50万会由二嫂继承，其余资产会由宝宝跟二嫂平分。那周名下的马氏股份呢？照你这么说，二嫂跟宝宝一人一半，宝宝的投票权又怎么算呢？宝宝未满18岁之前，他的资产跟马氏股票会由他的法定监护人去管理，也就是二嫂。所以理论上，二嫂在董事局会议里，除了她自己那一票，还可以用宝宝那一票。也就是说，二哥名下9%的马氏股份，再加上之前送给二嫂的2%，二嫂的手上就有11%的马氏股份，几乎比我多1倍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首先，那些股份是二儿媳妇跟宝宝应得的，还有，你们兄弟俩一人持有6%的马氏股份，只要你们2个加在一起，就多过二儿媳妇了。现在马家就剩你们2兄弟，你们记住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放心把马氏交给你们2个。知道了，爹地。
我为马家做了那么多事，在你眼中始终没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。喂 ，Marco， 我是 Chelsea。就学别人看看历史书，原来真能学到很多知识。有没有兴趣跟我分享一下？历史书，几兄弟当中，我知道你是最成熟的那个。不过没想到你已经变成大叔级别了。以古为镜，可知兴替嘛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在魏晋南北朝之前，也是高门大户说了算的。只要你血统好，有功劳你领，有罪可以免。至于出身寒门、血统不够好的，不管你拼死拼活，立下多少战功，都只能做低职位。其实，在马家，我跟你都算出身寒门。那在历史书里面有没有告诉你，出身寒门的什么时候有机会翻身？改朝换代的时候，趁权力交替，立下战功，就有可能可以破例提升。真的那么容易？你没试过又怎么知道不行啊 ？Chelsea， 我知道你很在意大伯对你的看法。新铁路线总站那块地的发展项目，如果可以继续做下去，我相信会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去证明你的实力。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？也许你说的没错，不过，嗨，坐。我实话实说，这次约你们出来，是想解开我们之间的死结。当初你栽赃嫁祸给我，我为了自保，所以才会反击。不过汤姆斯将你逐出马氏，绝对不是我的意思。其实这件事让我最内疚的是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心里一直都很过意不去。所以今天趁 Chelsea 也在，我正式向你道歉。哼，我非常明白，为了这件事，你对我心存芥蒂，一直跟我保持距离。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阿展宏，你特地约我们两个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们 say sorry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我们是想做大事的人。现在大家面前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冰释前嫌，跟我合作，一起做好新铁路线这个项目。说真的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再陷害我一次？一旦我们合作的话，我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。如果我陷害你，不就是害了我自己？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认真考虑一下，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准备。你们要知道，机会一旦失去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龙先生，马考，为你介绍，马太太。Hello。关于周的事，我也很难过。马太太，你节哀。谢谢关心，叫我 Sammy 就行了。听说 Sammy 你刚刚生完宝宝，那么快出来工作，不多休息一下？这个项目是周的遗愿，我不想浪费任何时间。那我们坐下谈。这个是我们做的计划书。这次的项目规模很大，建筑期长，所以我们希望融资计划分3个阶段，前2个阶段应该要耗资300亿，第1阶段要100亿，第2阶段要200亿。我们马氏就希望在第1阶段融资的时候，我们出30亿，而金龙可以出70亿。
而第2阶段，我们马氏会出140亿，而你们金龙只需要出60亿。2个阶段加起来，你们马氏要多给40亿。基于技术原因，我们马氏在第1阶段暂时只可以注资30亿，第2阶段多给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当然了，我们2期加起来多给了40亿，会在第3阶段的融资里扣除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项目整体的注资会由马氏跟金龙各占50%，将来合作项目的收益也会各占一半。第1阶段和第2阶段，我们金龙分别只需要注资70亿和60亿。这个条件很吸引，那么好的条件，坦白说，我也想马上签约。不过我爸经常教我一件事：利大本无归。龙少爷，马氏需要在第2阶段负责140亿，其实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融资能力。对啊，万一到时候你们马氏没办法完成注资的话，我们又不想血本无归，那金龙就要被迫拿100多亿出来填坑。条件优惠呢，只是我们马氏提供给你们的诚意，没想到反而会让你担忧。既然龙先生你那么担心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你消除疑虑？为了保障我们金龙的利益，我们希望你们马氏可以跟我们签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投资协议书，承诺在前2个阶段的注资要在3个月内完成。如果做不到，我们的合作计划会马上终止，而我们金龙会保留一切的追究权利。原则上没问题，不过公平起见，我认为这份协议书应该是双向，就是你们金龙和我们马氏都应该一起承担这个在3个月内必须要完成前1、2阶段的融资，否则取消合作。而我们马氏也可以保留这个追究的权利。好，就这么安排。我们预祝之后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Cheers。Cheers。